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吼什么吼？我这是给孩子杀菌，那是你泡脚的药包。顾小满才4个月，还是早产儿，你把奶瓶跟药渣一起蒸，你想喂他喝什么？你少在这儿吓唬我！水一开，什么脏东西都煮死了。我们那时候养孩子，哪有你这么多讲究？哪个不是活蹦乱跳长大的？一大清早的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看，我那是顺手，锅都开了，空着也是空着。再说了，中药多干净，中药干净。那你明天是不是还要拿洗脚水给小满冲奶？沈志威，我大老远从县城跑过来给你带孩子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至于把我当丑里防着吗？我防着你。你昨天拿擦桌布给小满擦口水，今天又拿药包和奶瓶一起蒸。我不是防着你，我是在防你把我女儿。好了好了，多大点事儿，重新洗一遍不就行了吗？一大早别吵醒孩子。多大点事儿？那不是还没喝吗？现在发现了，洗干净就行了，别这么上纲上线。行，洗干净是吧？你疯了！对，我疯了。这些东西被你碰过，我嫌脏。你嫌我脏？对，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顾小满的所有入口东西不许碰。志威，你这话过了吧？过。他今天敢拿药包蒸奶瓶，明天就敢拿偏方往小满嘴里灌。你现在还觉得我过了？她是我妈。对，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女儿的医生。我的妈妈醒了，奶奶抱！你站住！在我把新的奶瓶、新的消毒区重新弄好之前，你别碰她一下。沈志威，你至于吗？她是我妈。你妈刚把药包和奶瓶蒸在一起，现在孩子哭了，你还要让她去抱。顾承安，你到底是心大还是根本不把孩子当回事儿？我怎么可能不把孩子当回事儿？我是觉得这事儿没必要闹成这样。家里不是法庭，你别一出事儿就判死刑。家里不是法庭，那是什么？他随手试错的实验室。你说谁试错呢？我带大了承安，现在轮到带我孙女儿，我比你有经验多了。你那不叫经验，叫碰运气。你那不叫经验，叫碰运气。你放屁！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读了几本破书，什么都要讲科学，孩子哭了，你们科学能哄？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承安拉扯大，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？宝宝，妈妈在。这奶谁冲的？我冲的，怎么了？你用什么水冲的？饮水机的热水，多少度？我哪知道多少度？能喝不就行了？奶粉放了几勺？就看着差不多呗。冲完以后摇过没有？奶粉冲开不就得了？哪来那么多事儿？妈，你没按说明来啊！孩子都哭成那样了，我先给他垫2口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奶我也没喂进去，不就是先备着吗？备着。志威，你先别急，妈也是好心。别再跟我说他是好心。沈志威，9点前你人不到会议室，这个项目以后你就别碰了。你们今天不是要定负责人吗？你还知道？你去上班吧，孩子我看着，不会耽误你挣钱。你看着。我怎么就不能看了？
你还真把我当废物啊！我可不敢，我只是怕等我下班回来，孩子嘴里又多了点不该有的东西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好啊，那我们来说正事。第一，孩子所有入口的东西，奶瓶、奶嘴、辅食勺等，全部单独分开。第二，配方奶必须按说明冲，不会就别碰。第三，没有我允许，不准给他喂任何东西，水不行，米油不行，偏方也不行。第四，今天下班之前，厨房和母婴用品区彻底分开，做不到，你妈搬走，或者我带孩子搬走。沈之薇，至于吗？因为我已经看明白了，在这个家，只要孩子没出事，你们就永远觉得是我反应过度。这是我儿子的家，可孩子是我生，我还是他奶奶。那你就先学会怎么当奶奶。那你就先学会怎么当奶奶。程安，你看看他，你老婆这是要逼死我呀！对，妈刚来城里，很多东西都不懂。唉，你就不能耐心一点吗？她也是为了帮我们。帮我们，顾承安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？我最怕的不是你妈不懂，是你明明看见问题了，还要假装没问题。他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我放眼里了。妈，你以后别碰那些奶了，她现在本来压力就大。我压力不大，我给你们带孩子、做饭、收拾家，结果他张嘴闭嘴就嫌我脏。爸妈晚上回来。要不今天你别去公司了，家里都乱成这样了。我今天不去，这个项目就没了。项目就那么重要吗？孩子还这么小，天天往外跑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对，我就是得往外跑。房贷不会因为你委屈就停，奶粉不会因为你讲老经验就免费，公司也不会因为我孩子小就把位置留给我。你们谁都可以觉得我狠，觉得我不近人情，但要是我今天把工作丢了，这个家下个月拿什么喘气儿？你们想过吗？顾承安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下班之前厨房分区，还有我冻奶少了3袋这件事，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如果这个家是一辆已经开始漏油的破车，那么今天早上被掀开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一口消毒锅，被掀开的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承认的那层遮羞布。从今天开始，顾小满的所有入口东西不许碰。你儿媳妇一罐奶粉买400多，可不嘛！我都说了，孩子哪有那么金贵？结果他非要买最贵的，说什么早产儿肠胃弱，便宜的吃不了。你说说，这不是烧钱吗？现在年轻人就是不会过日子。我儿媳妇给孩子买个湿巾都得进口的，我看着都心疼。那可不是，我们家这个更夸张。昨天快递又来了3大箱，光给孩子的东西就跟供祖宗似的。王阿姨，您这孙女看着是真白净。您是16栋顾先生的母亲吧？上回楼下见过您，您推车推得可稳了，一看就是特别会带孩子的人。您认得我啊？这小区里像您这么利索的阿姨可不多。我们服务站今天做社区活动，给带孩子辛苦的长辈发点土鸡蛋，不值钱，您拿着给孩子蒸鸡蛋羹正好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？玉和，你还有这待遇呢？孩子这么小，家里肯定全靠您。现在年轻人上班忙，哪懂带孩子有多累？真正撑住家的还是你们这些老人。
说得对，现在救老人最辛苦。您是不是最近带孩子累着了，脸色不太好？我们那边有免费的血压、血糖检测，还有老人肩颈理疗，专门给像您这样帮儿女带娃的阿姨准备的。您有空过去坐坐，歇口气。免费？社区福利，不收钱，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老人辛苦一辈子，也该有人心疼心疼自己。志薇姐，别太紧张。唐总这人说话虽然直，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。你自己看。沈志威，你方案能力我从来不怀疑，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专业，是不稳定。唐总，我今天没迟到，也没有讲崩。是你今天没崩，可你讲到最关键那一页的时候，手机震了2次。你以为会议室里只有你自己看见了？你能不能扛住这个项目，不是看今天讲的好不好，而是看后面6个月你能不能随时在线。你家里现在这个状态，你确定你能跟到底？我可以。你说可以，客户信吗？志威，我带你这么多年，知道你有拼劲儿，但职场不是靠意志力撑的，尤其对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人来说，家庭就是你的定时炸弹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，瑞恒项目继续争，但你必须拿出一个够稳定的后方方案，让我相信你不会随时被家里拖走。第二，你自己退一步，先做内容支持，项目执行交给周可欣。如果我不退呢？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你家里那团火烧不到公司来。喂，你什么时候下班？有事说事。家里又来了2个快递，然后呢？妈把箱子拆了，现在玄关堆满了。我刚才说她2句，她又哭了，说你们都嫌她占地方。志威，要不你晚上回来别刺激她了。我刺激她？快递是我买的，纸箱是她拆的，地方是她占的，一圈下来，最后成了我刺激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们一见面又吵起来。那你把箱子扔了。我现在在公司啊。那就等我回去扔。姐，瑞恒客户那边临时加了个贡品调研，唐总让我先接手一部分资料整理，你不介意吧？你都说了是唐总让的，我介意有吗？我就知道，姐最明事理。回来的正好，这些箱子我都给你留着了，以后你背奶装冰袋正合适。志威，你先别急，妈也是一片好心，她没别的意思。你闭嘴！这些东西谁让你留的？这么好的箱子扔了多可惜！你不是总说家里没地方放吗？我这不帮你，我问你，谁让你留的？志威，这不就是几个箱子吗？我等会儿。几个箱子？你知道泡沫板在孩子活动区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知道拆过的快递箱多少灰尘？你知道海鲜保温箱中午之前装的是什么吗？你又来了，张口细菌，闭口细菌，孩子还能不能活了？至少不是活在废品站里。你说谁废品站？说你现在搞出来的这个家。别！你干什么？放下！妈妈不哭，奶奶来了。别跑了！我连抱一下都不行了是吧？陈安，你看看他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都别吵了！您好，
这是16栋2单元1802吗？我是宜年康港服务站的小许。你是服务站那个小许？孩子是不是刚哭完一轮？我是不是来的不太合适？今天做社区回访，顺便看看赵阿姨最近身体情况，还有带孩子是不是太辛苦了？这家里最近是在整理吗？不是整理，是失控。沈之薇，开会时间，手机不静音。抱歉，唐总。继续，刚才讲到瑞恒下半年传播重点，要么接，要么关机，别浪费所有人时间。志薇姐，要不先接一下吧，孩子那么小。你是他助理还是他发言人？唐总，对不起，我出去2分钟。你要是走出这扇门，后面汇报就不一定还有你。喂，沈女士，你赶紧回来，我真压不住了。你婆婆趁我去厨房洗奶瓶，拿她自己熬的米流往小满嘴里灌，说早产儿就得吃点实在东西，孩子现在哭的脸都紫了。你回不回来？瑞恒项目后半程，周可欣接讲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家庭问题，公司不会替你买单。师傅，中海云地，孩子出事了。好，上车。唐毅，不回就是默认放弃。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请的这个保姆太不像话了。你为他什么了？就为了米油拌个蛋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他才4个月，他连辅食月龄都没到。你给他喂蛋黄，你想让他过敏还是窒息？你少拿书上那套压我！孩子哭了就得喂，你花1万多请个外人回来，他只会拿本子指挥我。那是因为他知道什么能喂，什么不能喂。你知不知道他是早产儿？知不知道他胃根本没发育好？我养大了陈安，我还养不活一个小丫头。赵阿姨，你别再拿陈安小时候说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刚才那一勺蛋黄差点呛到孩子，他脸都紫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胡说，你就是故意吓唬人。我抢你饭碗，我至少不会拿4个月早产儿试偏方。这个天哪，你成天的，还这么学冒天天的，我让你怎么弄啊？刚才有没有呛咳？第1口就呛了，我立刻抢下来，吐出来一点糊，我拍了背，现在呼吸暂时没大问题，但必须去医院。行，现在去。至于吗？就一点蛋黄，谁家孩子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妈，这不是给你难看，这是在确认我女儿今天有没有被你害出事儿。怎么了？你妈喂蛋黄，差点掐死4个月早产儿。妈，你喂蛋黄了？我就喂了一点儿，孩子哭那么厉害，你怎么能乱喂？你们现在都怪我，我辛辛苦苦带孩子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小满怎么样？去医院，陈阿姨跟我一起。我拿包。把孩子给我！你现在就是故意闹大！你别碰他！我去开车。早产史，辅食添加过早，蛋黄属于高过敏食物，这个月龄不建议接触。先观察呼吸道和消化反应，24小时内最关键。妈，她就是老观念，一时转不过来。顾晨安，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会跟她说的。老人好心办坏事也不是问题，直到砸到孩子身上你才开始慌。说，你早上说过，上周也说过，有用吗？沈女士，这活我做不了了。陈阿姨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们这个家没人真正听专业的。只要老人还觉得他那套是对的，出事是迟早的。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。你是明白人，但这个家现在没人站在你这边。我明白了。医生怎么说？陈阿姨明天起不来了。她不来了，因为她担不起。她一个拿钱的，还敢甩脸子？她敢。妈，你少说2句。现在全怪我！你从来没守过规则。
家里不再请录音师。瑞恒喜欢你的方案，但他们要的是稳定。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瑞恒项目主案讲解还是你，但执行端从今天开始由周可欣接手，或者你退出瑞恒。我可以保证不会再有昨天的情况。你承诺有用吗？你昨天是怎么离开会议室的？你心里清楚。你也是女人，我懂这一关。再闯一次，客户会闭眼；再闯一次，他们就换公司。第一个，下午2点。交接会，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靠你这份工资。志薇姐，唐总刚才说项目的事儿了吧？你一个人扛这么大项目，真的太累了。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。先把昨天会议纪要发我。好。你昨天家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能处理。项目你做好你该做的。瑞恒执行换人了，听说上面直接拍板的。嘘，小声点。妈是不是又恼了？没闹。那就好。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？怎么了？妈想出去走走，散心。我在公司热饭，我工位被换，项目被分，奖金可能没了。你们跟他是爸爸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想让我哄你妈，她的情绪你负责。我累了。我先讲执行思路。你说，志薇姐家里情况特殊，所以我来负责执行。Q4预算优先级，竞品预行监测谁负责？路演执行手册更新到第几版了？你今天没炸，挺好。炸有用吗？王阿姨，您这血压有点高啊。高？别紧张，不严重。您最近太累了。现在年轻人不懂事儿，他还嫌我多余。您受委屈了，您可是这个家的定海神针。这是什么？
就是提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人啊，总得配以后打算。你看，医养结合，3甲医院绿色通道，营养餐，康复理疗，带孩子累了还能过来休息。那得不少钱吧？原价是不便宜，可王阿姨，您运气好，第一批社区内部名额可不是谁都有。多少钱20万。要20万啊！不是消费，是资产，以后还能转让。我拿不出来。不急，先交3万，把资格锁住。3万。这个版本4点前给我，客户邮件我来回，内容框架先别动。姐，这个竞品分析帮我看看。去年 Q4 数据漏了，重新做。还是知薇姐厉害，以后多跟姐学。瑞恒客户午餐谁去？已经约好了，12点云境会所。医院联盟的话术5点前给我。好。姐，你别介意，项目这种事儿，谁跟得上谁上。女人嘛，孩子小时候总得有取舍。服务站请吃营养餐。妈今天心情好多了，那个小区挺好的。那个服务站你查过吗？社区服务站，楼下老人都去。营业执照呢？收费项目呢？你看过吗？没细问。没细问，就敢让他天天去？你能不能别什么都往坏处想？免费从来不是白来的。王阿姨，您今天气色好多了。我哪有那个命享福？谁说没有？您辛苦了一辈子，也该享福了。那个床位真有那么好吗？这批名额本来就是留给业主家属，您赶上了。以后有自己的床位，谁还敢小看您？到时候儿媳妇都会高看您一眼。定金真就3万？今天交，今天就锁名额。王阿姨，您也该替自己争口气。好，先交3万。王阿姨，这个位置我一定给您留最好的。没事儿，今天键盘敲太久，手有点麻。妈，这可是第4次了。年轻人上班哪有不累的？忙一天手麻不是正常吗？喝口水。就是累着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审计内科，明天上午10点半。我明天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公司开优化名单讨论会，现在请假等于主动出局。上周头疼，这周手抖，昨天撞门框，今天反应变慢，顾成安，这可不是普通疲劳。我知道，就是太累了。知道。那昨天为什么撞门扣？为什么反应越来越慢？为什么连水都拿不稳？志薇，你别老吓他，男人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回来还不让喘口气。我是在让他去医院。医院是什么好地方？房贷、车贷，孩子哪样不要钱？这时候去医院，不是添乱是什么？你自己说，去还是不去？等名单下来，我自己去。如果名单下来之前你先到了呢？沈志伟，你能不能别咒我？我不是咒你，我是怕真等出事的那一刻，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
大晚上的说这种晦气话干什么？一家人吃顿饭，你非要搅得谁都吃不安损。明天上午10点半。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我说了去不了，名单一下来，我要是被裁了，这个家怎么办？你要是真有脑血管问题，今天不查，明天连公司门都进不了。你嘴怎么有点歪？哪有？别动，笑一下。现在去医院，吃个饭而已，你别一惊一乍。你闭嘴！他可能不是累，是脑血管出了问题。现在马上去医院。没那么严重，你别搞得像送终一样。顾承安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刚刚还好好的，刚刚他连鱼都夹不稳。你要真心疼他，就别再说一句废话。靠！我给领导发消息。起来，快换衣服。志伟，我头有点晕。能站起来吗？志伟，我不会真有事儿吧？不会，救护车到了。血压偏高，右侧面部轻微不对称，肢体协调性下降，先送最近的3院冲动中心。医生，他是不是中风了？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到医院做 CT 和血管检查再说。家属跟车一个，其他人准备好证件，随后过去。我跟车。你去，孩子，我看着。你快跟车去，车安不能没人管。小满我抱着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家等你电话。奶粉已经分装好了，消毒柜左边第2层，恒温壶45度左右，先喂120毫升，喂完拍嗝。孩子哭先检查尿不湿，不许乱加任何东西。我知道，你快去。今天的事儿回来再算，现在把孩子给我看住。我一定看住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个家真正怕的从来不是吵架，而是一个人倒下，全家的天都会塌。家属先缴费 ，CT、CTA、血常规、凝血全套，先交8000。房贷扣款、奶粉采购、育婴师工资、项目垫付款。喂，周总。车安怎么样了？还在检查，怀疑脑血管问题，具体等结果。那明天上午优化名单讨论，他肯定到不了了吧？到不了。明天人员调整和岗级评估一起过，他人不到，材料也没交全，领导层那边肯定会有看法。要是真需要长期休养，公司这边不太可能一直空着岗等他。我知道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这通电话关心是假，确认顾承安还能不能继续工作才是真的。急性脑干血栓倾向，血管狭窄明显，还好送来的不算太晚，现在立刻转风重单元，先上抗凝和监护。严重吗？不轻，脑干位置很危险，继续恶化的话，可能影响吞咽、语言、呼吸，甚至偏瘫。今晚必须住院观察。先预存2万。2万？可以先交1万，但天亮前必须补齐，否则后续用药和监护开不了。住院了，暂时稳定。你别带孩子出门。奶喝了吗？喝了，后面又补了30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情况不好。我就说他这几天脸色不对，都怪我。我昨天还不让他去医院，你别着急。要花钱就先花，钱不够，我来想办法。钱不够，我来想办法。志伟，妈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老实说，你在那个服务站到底一共交了多少钱？妈，没多少，就3万。你再说一遍。这就3万。赵玉和，我现在在医院，顾承安刚进重监护，今晚先交了，一天亮前还要补。你如果还打算骗我，后面出了任何事我都不会替你兜。志伟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我就是怕你知道又骂我。说。我后来又补了一笔，他说那是内部名额，3万只是锁定，后面得把认购款补够，不然名额会被别人顶掉。补了多少？ 20万。多少？
20万，我就想着先给自己留个位置，以后真老了也不拖累你们。我不是想害这个家，我真不是。除了这20万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没了，定金3万，认筹20万，真没了。明天一早把合同拍给我。在我包里，志威、程安现在都这样了，那钱能不能先退出来？他说过能退的，说什么时候不用都能退，最好能退，不然家就真塌了。志威，我在。孩子呢？妈，没闹吧？家里没事儿。医生怎么说？轻微脑干血栓，先住院监护。顾长安，你差一点就真的倒了。我最近老觉得头晕，我以为能扛过去。你什么都觉得自己能扛过去，工作能拖，身体能熬，家里能和稀泥，你总觉得再等一等就过去了。花了很多钱吧？你先活下来，别的以后再说。志威，我是不是给你添烦了？睡吧，明天还有检查。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而是雨已经砸下来了，你却连停下来哭5分钟的资格都没有。沈志威，程安他怎么样了？监护着没醒。那钱够不够？要不要我先把存折里剩下的取出来？你那点存折就别动了，先把合同给我，越快越好。我现在就拍。7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再沟通一下您爱人的病情。下午3点之前把住院押金补齐。情况比我们初步判断的还要复杂一点，血栓在脑干基底动脉，位置偏深。我们昨晚已经用了溶妆和抗凝，再通了一部分，但远端血管还有狭窄。严重程度？现阶段没有恶化到危及生命的级别，但是脑干这个位置决定它后面的恢复上限。什么意思？你听好，监护病房1天平均3000到4000，保护脑细胞的进口药1天加起来1000到2000。后面如果需要康复，每天还要再加1000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光住院这段正常情况5到8万，一旦中间出现感染、再衰色、2次溶栓，每追加1次就是几万块的事儿。他这个年纪、这个位置，不是给你2个月就能恢复成正常人的，你要做长期打算。你不哭啊？哭有用吗？你是我这2年见过最难得的家属。是夸我吗？不是，是说你太冷静了。这种家属，最后撑下来的少。医生，我等会儿要出去办点事儿，程安那边要是醒了，请您一定让护士打这个电话。信用卡先不还了，攒了3年的钱也全部取出，先救命吧。志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的合同越看越不对，先上车，我送你去公司，路上说。你婆婆那份合同，3个最关键的字眼：意向、认筹、最终落地。这3个字眼放一起，基本就是一句话：我现在收你的钱，但我以后做什么，退不退，退多少，我说了算。项目方注册公司我刚查了一下，是去年新注册的，注册地在一个写字楼的虚拟工位上，法人代表换过3次，3次都没有不动产开发资质。他打着高端康养的招牌，但根本没有任何一处真正落地的养老机构，更别说医养结合。说白了，你婆婆交的不是认头款，是一笔他们想还就还，不想还就拖的钱。能追回来吗？看运气。如果项目方还在跑，还想多骗几个人，那我们这种闹得早、闹得专业又有律师介入的，他们大概率会退一部分，捂住事情，省得被举报。如果已经准备跑路了，那就难说。现在的关键是抢时间。今天能不能去服务站？我已经叫了一个朋友，他在区里反诈中心。你白天忙工作，下午下班，我和他一起陪你婆婆去一趟。先以咨询的名义把对方拍下来、录下来，能退就退，不能退，至少证据留住。好，哥，谢谢。说这些干嘛？你以前在外婆住院的时候，连着照顾了她半个月。我哥不是没良心的人。你怎么打算？先稳住工作。今天唐毅那边要见客户，我必须在。程安那边呢？他暂时没生命危险，监护着。家里呢？婆婆带孩子。志伟，你别什么都自己扛。不是我想扛，
是这个家现在能扛的，就只剩我一个。沈姐昨天不是请假了吗？今天怎么又来了？听说她老公住院了，住院还来开会，她也是真够拼的。你来了，您说我必须来。我让你来是让你来汇报，不是来表演。你脸色这么差，强撑没必要。我不强撑，我只是不想在这个时候掉队。客户今天要谈瑞恒医疗联合公益项目，老板临时改成了我们这边主题。你5分钟之后开始讲。可以，一会儿你讲，可心补。好。沈总监，听说你家里有点事。是，但今天的会我会全程负责。不要太狠，咱们这个家不能靠你一个人撑。大家这位长，今天大家买声听器。沈总监，我能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吗？您说，你怎么做到现在这副状态？因为我没有退路，客户没有退路，我也没有退路。我喜欢这个方案，但我希望是您本人继续跟。感谢您的信任，你这把赌得挺漂亮。您说过的，职场不是靠意志力，是靠产出。你确定后面能跟下来？你老公的事，我会让公司无法用家庭原因这4个字把我从瑞恒身上撕下去。志伟姐，刚才那份方案最关键那部分，我们之前不是商量过另一个方向吗？你怎么自己改了？你那个方向卖惨，客户不喜欢卖惨。可那个方向是我提的，我尊重你提，但我不能用一个我知道会出问题的方向，把客户和我自己一起埋进去。沈志威，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家庭状态。我家里什么状态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但你最好搞清楚一件事，我家里塌了，不代表你就能踩着我站上去。开门见山，我今天不想要正义，我只要钱回来。那好办，我们用最高效的跟他们谈。志威，行，先别说话，跟我们走。您找哪位？许佳明，小许，他今天没来，请假了。请假到什么时候？没说。没关系，那我们见站长。站长今天也没来。值班主任呢？也没来。阿姨，您慢慢说。从今天早上几点开始，这边没人来上班的？我不太清楚。没关系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查。他们不会跑了吧？他们说我的钱随时能退的，他们说他们就在小区门口的。哥，麻烦你立刻联系下警察。我已经发消息了。妈，先站着，别哭。现在能做的事儿是把这扇门里发生的一切全部记下来，全部留住。我们要让那个许佳明1分钱都跑不掉。沈志伟，你真打算一个人扛？你要不要让成安公司那边知道一下？他们再不情愿，也总要按规定给你点追问金或者补助。他们已经在准备让成安签离职了。这么快？今天下午周总主动给我打过电话，话术非常专业，先关心一下成安的恢复时间表，然后顺势提了一句公司不可能长期空岗，最后让我转告成安，希望我们把家人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流程化的人话。他们要做的就是赶在成安能签字之前，先让我以家属身份替他做选择。那你怎么打算？先不签，也不去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闹我没那个精力，现在能换钱的是我自己的位置，不是成安的赔偿。志威，你能撑多久？不知道，撑到不能撑为止。悬了床清醒过2次，反应有进步，但说话还是不清楚。能见吗？可以，5分钟。志威，我来了。家里，小满，家里都好啊，没出事儿。妈交了23万给一个野鸡养老项目，今天我们去那家服务站，发现人已经不见了。你别激动，
现在已经报警了，我哥也介入了，能追回多少不一定，但事情我们在跟。你这条命目前每天烧掉将近5000，你公司那边 HR 开始旁敲侧击，让你把健康放第一位了。家里贷款下个月还要继续扣，我还在公司硬扛。你妈做的那些事儿我已经没办法追究了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让这个家先活下去。石薇姐，你昨晚不是去了医院？不去了。那你现在？现在是9点，您说让我9点到。新的提案进展。可心，瑞恒昨天下午发来了一份正式邮件，我知道，他们对方案非常满意。他们提出的是，接下来所有对接沈之薇作为主对接人。可这您之前不是说让我跟下去吗？我说的是让你跟，可客户说的是他们要的是沈之薇。您是部门负责人，您可以决定。我是部门负责人，不是客户的爹。客户花钱买的是结果，不是你的成长机会。之薇，瑞恒那边现在临时加了一个城市的路演，本来是周可欣去，现在他们点名要你。我去。你确定你家里？我去。你要的预算和奖金权限呢？10万。这个比例，公司根本不可能批。我没问公司，我问的是你。你要这么高的提成，你要拿什么换？我用我后面3个月的全部精力，加上我老公住院，我婆婆出事，我孩子在家，还在哺乳期的我，给你换瑞恒这一单的全部续约，到期不续约，我1分钱都不要，续了就按这个数。你这把赌得很大，之薇。我没有别的可赌。成交。沈之薇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耍流氓？我知道。你这是逼着公司在你和我之间2选1。我没有逼公司，是公司原本就在我和你之间2选1，我只是把那个选择提前摆到了桌面上。你最近运气太好了，沈之薇。这不叫运气，这叫没人能替我活，所以我只能比你拼命。24小时内还要补一笔押金。律师函要正式介入，每天监督你吃药，控制情绪，误差不能超过半度。后面的城市路演你负责。喂，我是12床家属，沈女士，您先别紧张。12床今天上午做了第2次 CT， 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他左侧的血管再钻了一段，现在情况不算太好，需要立刻再做一次溶胶评估。费用方面，建议您今天再补3万。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，就还得继续往前走。哥，能不能先借我2万？我会还。已转，之薇，有事别硬撑。护士，我马上来补，您再帮我跟周医生说一句，无论今天再做多少次溶酸，我都签字。他的命，我接着用钱换，一直换到他能自己走出这家医院为止。您好，请问您是王素芬，不是赵玉和女士？我是。您好，我们是红枫派出所反诈中心，我姓赵。您是不是在宜年康港服务站那边交过2笔钱，一笔3万，一笔20万？您先别紧张，我们这边已经接到多名群众报案，对宜年康港相关项目立案了。我们现在在做受害人信息核对，需要您今天下午2点之前到所里做一次询问笔录。我那钱是不是真没了？目前看能不能追回，要看后续侦查进度。但您今天来登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来的时候把您手里的合同、转账凭证
和那个推销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带上。好。23万。志伟，妈，反诈中心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？打了。2点你跟我去一趟。好，我跟你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东西我已经让你拍过了，原件你今天带上，一会儿我回来接你。志伟，我那钱是不是真没了？尽人事，能追多少算多少，你别抱太大希望。我不抱希望，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程安。别在这种时候说这话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程安那边今天还要再做一次溶栓评估，我等会儿过来接你，你把自己收拾一下，别让人一看就觉得你心虚。好。妈，你怎么又吃这个？咸菜下饭，不浪费钱。都到齐了，走吧。您坐。赵姨，我先大概跟您说一下情况，您听完再做决定。宜年康港服务站这个项目，我们已经查过工商资料，它注册的是一家咨询公司，没有任何不动产开发资质。他收钱的对公账户，过去半年一共流入将近1200万，这1200万全部来自和您一样的老人。那钱呢？是不是都被那个许家明一个人卷走了？他不是主犯，只是底下的金牌客户经理。目前查到这个团伙至少有一个组长，3个区域负责人，下面还有若干推销员。许家明只是其中。您交的23万，第2天就被分诊转账，分成几十笔小额，流向不同账户。目前我们冻结了一部分。那我那23万是不是真就只能回来1、2万？赵姨，我不能给您具体数字，我们能做的是尽全力侦破、起诉、追赃，但您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这种案子最后能拿回3、5成已经算非常幸运，甚至有些案子最后只能拿回1、2成，剩下的只能等法院执行。如果对方没有可执行财产，那也只是一张判决书。1、2成。赵姨，妈，我没事。您头晕吗？晕，有点儿。让一下。妈，让一下。先平躺。沈木，去车里拿我包里的那瓶纯净水。好。别给他喝，只是先备着。我知道。这老姐妹也是被那个小许骗的，刚才还一直在发抖。您好，我是112床家属，我母亲刚才在派出所突发疑似脑卒境症状，120正在路上，请问能不能直接送到你们医院？可以，但是您家里12床今天的揉砖评估，麻烦您转告周医生，家属可能稍晚一点到，但是所有签字、所有费用，我会保证2小时内全部到位。好的，您注意安全。哥，120快到了，我妈疑似脑梗，我跟车去医院，家里孩子，麻烦你帮我打电话给楼下小林，她以前是月嫂，让她先帮我照看几个小时，钱我等会儿转给她。我亲自开车回去，孩子我看着也行，你别担心，你专心去医院。别说话，我听见了。我其实没听见，可我知道，你想说的无非就是那几句话。知薇，我对不起你，知薇，我害了你们，知薇，我这条老命
是不是连累你了？家属匿名，跟车去医院。妈，跟我走，去医院。你儿子在 ICU 等你，你必须给我撑到你能亲自跟他说一句对不起为止。沈女士，您婆婆这次算是侥幸，小面积脑梗，溶3窗口期内完成处理，没有形成大范围宫死，后期会留一点后遗症。右腿可能轻微跛行，右手精细动作变慢，说话偶尔会卡顿。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，要看后面3到6个月康复，需要长期吃药，定期复查。这种病人最怕的是再来一次。1个月内住院和康复大概多少钱？2万到3万，后续每个月康复加用药1500到3000左右。我知道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小满呢？小林在家看着，孩子在睡。程安，他在隔壁楼，今天又做了一次溶烧，比昨天稳。志伟，别哭，我今天来不是听你哭的，我今天来是跟你算账。第一项，你那23万。反诈中心的同志今天上午联系过我了，能追回多少？最快2到3个月才能有个说法。最乐观的估计3、5成，最坏的估计只剩1、2万，也就是说20万左右，大概率没了。第二项，你的住院和康复。今天押了1万押金，这次住院少说2万多，以后每个月1500到3000，这些钱从家庭账户里出。第三项，程安。融收加监护1天5000左右，今天又押进去3万，这一住5到8万，出院以后至少康复1年，没法马上工作。第四项，家里固定支出，房贷2万2，车贷4000，物业水电燃气1800，奶粉纸尿裤5000，医疗备用1万，家里固定支出每个月接近5万。而现在这个家唯一稳定的收入只有我。程安，未来1年按0收入算，你按每个月康复1500算，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每个月至少有3万到4万需要我一个人补。你是不是恨我？妈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说。第一句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用老人糊涂解释。你做这些的时候，心里一直都有一句话，他管不住我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最后我儿子还是站我这边。你敢越界，不是因为你糊涂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把这个家当成我们家。你心里这是你儿子的家，我是儿媳，不是家人。你越界叫心疼孙女，我守规矩叫嫌弃老人。志伟，你不用现在跟我哭，这些话今天说一次，以后翻篇。我没有时间慢慢消化你这一辈子的执念。第二句，我不会把你赶出这个家。出院以后，你回家，住原来的房间，吃我安排的饭，按时吃药，按时复查。你的钱从今天开始由我代管，银行卡、存折、社保卡、医保卡全部交给我。每个月我给你300块零花，剩下的统一进家庭账户。我知道。我没让你说知道，我让你听清楚。第三句，你不是奴仆，我也不是法官，我没办法原谅你，但我也不会羞辱你。不用见到我就低头，不用一开口就道歉，不用每天觉得自己活着是这个家最大的过错。因为如果你真那样活着，你会撑不过半年，而你撑不下去，孩子就会跟着遭殃。我不能让小满3岁之前再一次失去一个能照顾他的人，所以你给我活着，你健康的活着，
别整天觉得自己罪该万死，也别整天等着我原谅你。我不会原谅你，但我会用你，用你给这个家干活，用你帮我把后方守住，用你余下的身体，把你之前犯过的错一点一点还回来。做不做得到？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志伟，我只要还能动一根手指，我都听你的。你睡吧，今晚我不在这边守，你旁边有护工，我去那一边。志伟，长安他怎么样了？你不是说他稳了吗？稳了，可他还在监护室，今晚还要再看一眼。你放心，我去守他，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不让今晚他那边出任何意外。我们家今天已经经不起第3个意外了。你也得休息，志伟，你也不是铁打的。妈，以后别再背着我做任何事。你想我答应什么，你直接来跟我说。你再想瞒我一次，下一次我可能就真的把你送走了。好歹今天没他。沈姐，小满今天午睡前哼了一下，我以为他要哭，结果他睁开眼一看是我，又自己接着睡了。只要这个家不塌，我就还能继续往前走。沈女士，您婆婆出院手续办完了，直接回家就行。扶好。志伟，我能不能回家先洗个手？随时都可以。我洗完之后，我能不能进我那间屋子？你那间屋子本来就是你住的。我有点东西想自己整理一下。你今天身体还虚，别折腾，能让我搭把手的叫我。我知道。妈，奶奶回来了。先让奶奶歇一会儿，不急着抱孩子。妈，妈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捡，我自己捡。志伟，那是我以前瞎记的破东西，没什么好看的，给我吧。分家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我不该看。你想看就看吧，反正今天已经让你看见了，也省得以后我没勇气拿给你。生不出儿子，分家已经算给你脸了。这肚皮没用。俺老赵家有后了！以后娘就只有你了。这老娘们儿，男人没了还想着供儿子上大学，怕不是疯了。俺只想着等程安念完这书，俺也去站到他们面前，就有底气了。妈，别再摆摊了。行，俺也去不摆了。不是难过，是高兴。俺这辈子终于能对自己说一句：你没白活。他叫沈之薇，长得好，会念书，在大公司上班。他对俺特别礼貌，俺心里却怕。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俺儿子，从此跟俺隔了一层。俺也去看过一次，家里啥都新的，啥都干净，俺连个角落都不敢坐。我怕一停下来，他就觉得不需要我了。我又怕一直插手，他就觉得我管太多。我心里也怕，可我更怕的是，再过几年，我连一句我有钱都不敢说。我不是想骗自己有用，我就是怕有一天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了。志伟，你别看我了。妈，你写这本东西多久了？快40年了。为什么写？没有念过书，说不出口的话写下来，就当跟自己说。
你为什么把它压在箱底？怕陈安看见。为什么怕陈安看见？怕他难过，怕他知道他妈这一辈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他从小就懂事，他要是知道，他会以为是他欠我的。可是我不想他欠我，我只想他记得他妈给他的是干干净净一条向上走的路。妈，这本东西你以后好好收着，别再让陈安看见，别再让自己看见。以前那些苦写下来，你写过了，承担你也承担过了，你不用再翻它，证明自己活得不容易。你已经过来了，你以后做的所有事，不是为了证明你过得苦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你有用，是为了把这个家一起撑下去。你做错了，我会指出来，但我不会再跟你计较你心里那点怕，因为我今天看完这本账册，我也怕。我怕陈安一辈子站不起来，我怕小满长大以后记得的家是吵架的家，我怕我自己有一天也撑不住倒在这个屋子里。可是我不能怕给你看，我不能怕给小满看，我不能怕给陈安看，我只能在这种时候跟你坐下来说一句，咱们这个家从今天起怕这件事儿是我们2个人一起怕，以前是你一个人在心里怕，怕到做了傻事，以后你怕什么跟我说，不许再背着我。志伟，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。我不是在做承诺，我是在告诉你规矩，你做不到，我也没办法帮你。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志伟，你说什么我都做得到。去睡吧，明天早上6点，小满该喝奶。老姐妹，你也是被那个小许骗的吧？您是？我姓孟，前阵子派出所门口见过你，你抱着孩子去那次。您怎么认得我？你那天哭得太狠了，一屋子人谁不记得你？老姐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别声张。前2天我在5号库门口看见小许了。你说啥？嘘，小点声，这地方什么人都有。你确定？那张脸我能记一辈子。他给我老头洗过3回脚，叫了3回干爹。我在5号库对面蹲了3个钟头。看到啥了？那辆灰色货车又回来卸货，卸完以后，里面有人骂骂咧咧说下午4点装完最后一批就走。我想着你儿媳妇厉害，还认识律师，你要是肯陪我去远远看一眼，不动手不露面，等警察来，行不行？我跟你去看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先打个电话。妈，怎么了？我在批发市场。你怎么这么远？志伟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碰见一个老姐妹，她说她前2天和今天在批发市场后头的5号冷库看见小许了。她已经报过1次警，但说不清。我现在跟她去远远看一眼，不出手，不冲过去。志伟，我这一辈子没几样东西能替这个家挽回，这一回我想替你看这一眼。你听我说3件事。第一，你只看不上钱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第二，我马上打给我哥和反诈中心的人，你给我个具体位置，他们最快20分钟到。好。第三，你必须站在能被人看见的地方，别躲，你给我站在大马路边上，离冷库后门起码30米开外。我不要你抓人，我只要你是个目击者。好。你照做了，我不骂你。你要敢拼命，等你回来，我跟你拼命。志伟，我不拼命，我就是看一眼。走，你儿媳同意了，她比你想的厉害多了。快点！他妈的要赶不上4点钟那班高速了。是他，是他！老姐妹，别动，别动。我是赵玉和，前阵子
被姨年嘉奖骗了23万的那个赵玉和。我儿媳妇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们的人。我现在在批发市场5号冷库后门，小许就在我对面30米，他们正在装车，他们说4点钟要走。您站着别动，已经派人在路上，5分钟内到。您能描述一下车牌吗？晚 A， 最后2位是68。好的，您站在原地，不要靠近，不要喊。好。他们5分钟到，那就好，咱们就这么蹲着。他们要走了，5分钟没到啊！老姐妹，老姐妹，别冲出去！他们要走。志威让我别冲，可志威也教过我，真出了事，先想办法把他们留住。老姐妹。老姐妹，不要！你他妈疯了！小许啊，干儿子，你妈来看你了。开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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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过去！压都给老子压过去！撞人！压撞！小许啊，你跑啊！开！你看你能不能跑得过这一车冻肉？别动！小许，哎呀，一憋2个月，走，跟我们回去喝杯热水。那个老姐妹呢120正在过来。她要不要紧？肩膀有挫伤，腿部可能再次劳损，意识清醒，能说话。志威，我没冲过去，我就是拦了一下。妈，你这个混账老太婆，你给我活着，好好的给我站起来回家。志威，我那一笔钱，你看，我替你看回来一点，是不是？是你替我，替这个家，替你自己咬回来一口。志威，你看，奶奶也是有用的。
12床家属醒了，顾承安短暂清醒，意识恢复，有语言反应。医生请家属过来一趟，时间不要太久。是喂，我在。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没死，死了你就见不着我了。孩子呢？在家。妈呢？你妈也住院了。什么？脑梗，轻的，命保住了，有后遗症。脑梗？对，在派出所发的。派出所？你住院第2天，反诈中心联系到我们，宜年康养是诈骗项目，你妈交的3万定金和20万认头款都是诈骗。去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，她当场脑梗。23万，23万。不是，他不是只交了3万？他只告诉你3万，剩下20万，瞒着你，也瞒着我，交了。那钱呢？冻结了一小部分，能不能追回来要看后面。昨天下午，你妈在批发市场发现许佳明拖着没恢复好的腿，把他困在冷库后门。警方当场抓人，扣了一批资料和部分现金。我妈去抓人？她差点又把自己送进抢救室。别激动，你刚醒，承受力没那么好。志伟，你先告诉我，我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脑干血栓，已经做了2轮溶招，命保住了，后面还要看恢复。医生说最乐观也要半年到1年康复期。死？公司不会等你。我出院前优化名单就要下来了，如果我你现在最坏的结果，不是丢工作，是你以为自己还有资格挑。你醒了，正好，账我给你过一遍。你住进来这几天，医疗费用已经奔7万去了，你妈那边又搭进去3万多，家里现在现金流靠我一个人撑。瑞恒项目我抢回来了，但提成到不到账前，这中间每一天都是真金白银的少。你公司 HR 已经开始暗示让家属提前做离职准备。我现在没签，不是因为我有多讲义气，是因为你一签，赔偿、医保、后续复工全部都得重新算。另外，车贷还在，房贷还在，孩子还小，你这半年如果躺着不动，这个家每个月固定会缺3到4万现金。我现在还能补，但我不是永电期。志伟，对不起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妈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妈没事儿，妈这点事儿跟你比不算什么。我问了护士，说你现在能喝点清淡的，我就让小林帮我买了只鸡，炖得很久，没放油。汤你放这儿，先坐。哎，我去公司了。
现在你不休息一下？没空，10点半我要见客户，中午过来一趟，下午还得去派出所补一份你妈的追款授权。志伟，我守着他，你放心去。医生的话你听着，别逞强，复健配合。你妈在这边最多待半个小时，待久了她自己也撑不住。志伟，你是不是已经不需要我了？顾承安，不是我不需要你，是你以前那个样子已经没用了。承安，妈啊，你是不是很怕他？不是怕，是服。你妈这一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以前服你爸，后来服命，现在服他。先喝口吧，你得快点好，你不好起来，这个家只为一个人扛不住。顾承安，你1个月就拿这点钱，还敢跟我说累？白天测试岗你请假请成那样，你要真身体不行，趁早滚，别占着名额。知道了，刘哥。知道个屁！下周开始，白天绩效再到底，晚上单量再起不来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回来了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腰今天有点发沉，醒了一下。今天单多不多？不多。那也别太晚，你再累出个好歹来，志伟得先把我骂死。他最近没骂你了？那是他懒得骂，你是不知道，你白天不在家，他那眼神扫我一眼，我现在都还心里发毛。志伟还没睡，在阳台打电话，像是在谈什么项目。刚才小满睡着前还问了一句：“妈妈怎么还在工作？”沈总，预算再砍10%，我没法跟集团交代。我理解，所以我给您2个版本，一个缩执行范围保转化，一个保城市覆盖砍物料。您今晚确定内部偏好，明早8点前我发您最终版本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，汤喝了，药也吃了。志伟，有事儿？我今天把最后一笔平台分期还了。那不是好事儿？是好事儿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那些窟窿我在一点点补，每天一睁眼，我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真好。老板今天还说，以前我总想两头讨好，现在知道先看问题本身，可能是被你妈怕了。那你老板评价的没错，你以前确实废。志伟，小满又翻身踢被子了，你去看看，别着凉。你去把阳台衣服收了，傻站着干嘛？没看见你媳妇儿一天到晚累成什么样？哎，我刚才看过一眼，怕自己手重，没敢给他列。这样就行。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又得加班？我明早5点半起，先给小满热奶，你多睡半小时。昨天不是说眼睛疼吗？明早我自己起，你6点10分叫我就行。好。你腰还疼吗？没今天白天那么疼了。明天上午我让护工带你去做理疗，钱我已经转了。志伟，我别说谢谢，你把身体养好，比谢我有用。都收好了，放客厅，我等会儿叠。我来吧。你叠个屁！明天一早还上班，赶紧洗澡睡觉，
衣服我慢慢点。行。先喝2口再看。这位，今天去菜市场，小黄鱼便宜，中午红烧还是煎？清蒸吧，小满还能蹭一点。行，我少放盐。妈，今天放学我要先去画画班，不回家写作业。知道了，奶奶记着呢。慢点跑，鞋我给你系好了，你别自己乱解。我又不是小宝宝啦。不是小宝宝，也是我带大的。志威，小满今天画画课3点结束，我接完他顺路买菜。晚上想吃清蒸鲈鱼还是番茄牛腩？都行，你看着买。今天项目收官会，晚上点回来，不用等我吃饭。知道，你的那份我给你温着。妈妈今天还回来听我讲画画吗？回来，你画完我就看。说话算话，算话。啊！程安，上午流程优化会提前9点半，B 版方案过不了，华南区整条业务链都得延。曾经那个靠透支未来生活的男人，如今终于开始一点一点把未来重新攒回来。程安，小满今天得了小红花，非说晚上等你回家给你看，你下班别太晚，孩子惦记呢。从下季度起，沈之明升任副总，全面负责品牌策略与危机管理双线业务。今晚有空喝一杯？不了，回家。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家里有人等。恭喜，谢谢。妈妈，你看，老师说我色彩搭配特别大胆。是挺大胆，绿色的太阳，蓝色的云，确实很有想法。那叫创意。就是，你爸小时候连圆都画不好。妈，吃饭就吃饭，不带接梗的。先喝口水。这个嫩，你多吃点。你这2天胃不是不舒服吗？好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升大官啦？你怎么知道？奶奶下午说的。奶奶说妈妈以后当很大的领导。我也没说错。没说错，你妈妈确实很厉害。妈妈，那我们是不是很有钱了？哪有那么夸张？我们不是很有钱。那是什么？是我们全家都在好好干活，所以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稳。